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世界科幻巨著《龙蛋》，作者罗伯特·福沃德。这是一艘来自黄道外的探测飞船，它已经服役20年了。在人类把它送入太空之后，它先航行5个天文单位抵达木星。到了木星之后，它并不像过去的探测飞船那样拍照再前往其他行星，反而来到了木星的南极下方，然后冲出了太阳系各行星形成的轨道平面。等宇宙飞船爬出黄道面，它的传感器看到了太阳的新图像，太阳中纬度区域黑子产生的磁场影响减弱，新效果主宰了画面。在任务早期，黄道外的探测飞船不断传回数据，许多资金充裕的科学小组对数据进行了彻底研究。搜集到的信息显示，太阳变化异常，它吞下了太多微型黑洞。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极地磁场的强度存在极规律的周期性波动。当然，太阳的磁场圈存在许多变量，每一个太阳黑子都是变化的重要来源。而且在太阳的中纬度地区太过强烈，一切都被它们左右。后来黄道外的探测飞船来到了太阳上方，长期进行数据取样，人们这才发现了射电流量那高度规律性、细节精确的变化，并将其解读为太阳磁气圈的周期性变化。最终的结论可能是太阳内部包含4团致密物质，多半是处于最初形成阶段的微型黑洞，它们在太阳深处围绕彼此旋转，啃噬太阳的内脏，干扰了太阳正常的核聚变平衡。黑洞对太阳的影响会在几百万年后变得非常严重，但现在它们只是偶尔会造成一次冰川世纪罢了。所以从长远看，太阳并非可靠的能量来源，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点，但目前却无计可施。飞船卫星上的2个通讯发射器仍有一个在运转正常，还有3项实验也在继续进行，其中一个就是低频无线电试验。此刻飞船的传输数据摊开在桌上，一个意志坚定的研究生正顺着数据快速下翻。此刻正在分析的是低频无线电传回的信息。他把长长的纸带拉到桌上，发现纸上缓慢变化的复杂正弦图像变得模糊了。他自言自语道：见鬼，又是一堆乱麻。这个研究生名字叫做雅克琳娜·卡诺，他在斯瓦林斯基教授的手下做毕业论文。可是他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他的研究经费不够用了。但是更麻烦的事情是，他用计算机做数据分析的时候，乱麻一样的噪音相当多。他的论文题目是想在那复杂的模式中找到一个周期性变量，以此说明太阳里存在5个或者更多黑洞。如果做不到，他就必须证明太阳里确实只有4个黑洞。过了几天，雅克琳娜由于工作太累，趴着睡着了。她梦见自己变成了宇宙飞船，从空荡荡的空间飞过，她身下便是摊开的整个太阳系。她的大脑受过严格的天文学训练，很轻易就将各大行星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她四肢展开，身体不停地缓慢旋转。她暗想到，跟黄道外探测飞船伸出的低频无线电一模一样。她把注意力集中到太阳北极，虽说太阳很亮，但他的眼睛一点也不感觉吃力。他在太阳表面寻找变化，不过并未看到任何东西，倒是四肢渐渐察觉到微弱的脉动，双脉冲、3脉冲。他认为这是黑洞绕轨道运行产生的复杂无线电信号。他的身体继续转动，很快就看不见太阳了，但四肢仍能感受到脉动，而且在不断加强。乱麻！他惊醒了，揉着被压麻木的胳膊，心里不禁暗笑道：满脑子都是论文，居然自己都可以变成飞船，真够可以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先前的梦境重又浮现在脑海里。他对飞船的运行特性非常熟悉，但有一点实在奇怪，
梦里乱麻时，它是背对太阳的，而不是面朝太阳。他又找到了前几次的电脑打印出的分析纸带，上下加双峰凸起，重复2次，然后乱麻。亚克琳娜无意识地反复念叨着纸卷上的模式，突然停了下来。她惊叹，乱麻是周期性的，有可能是飞船造成的。它的信号发射装置每天都会弄出几小时的波峰，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而且从前几个月到现在，乱麻是逐渐增强的。他决定去找他的导师，再申请点经费，顺便把最近的情况报告给老师。排除了飞船电子故障制造这种噪音的原因，又因为它在随时间变换位置，足可以说明乱麻不是由太阳产生的。他几乎可以肯定，飞船的4条天线里只有1条接收到了乱麻。他激动地告诉导师，只要能让工程切换数据采集模式，让每条天线依次工作。还没等他说完，斯瓦林斯基教授直接拒绝了他。付钱给深空网络，让他们把天线指向特定飞船，接受1小时预先安排好的数据转储，这已经够贵了。你知道朝飞船发送命令的花费有多大吗？教授最终还是给他拨发了一点点资金。亚克琳娜退出了办公室，现在账户里又有钱了，计算机又乐意见他了。他用电脑对飞船发射命令，对乱麻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他发现了一些问题，又赶紧去找教授。这个高乱麻肯定不是随机噪音，因为有证据证明它以199毫秒为周期出现，或者说每秒5个循环，非常规律。199秒脉冲与1赫兹数据采样率之间的震荡，可以得出200秒的拍频。不过波动频率并不是200秒，因为在这里科学数据被工程技术打断了。现在亚克琳娜已经确认，许久以来对太阳探测活动造成影响的原因就在这里。斯瓦林斯基教授发现，它具备了脉冲星的所有特征，只不过已知的脉冲星并没有在哪个频率的。教授终于给亚克琳娜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亚克琳娜找到了喷气推进实验工程师唐纳德。唐纳德管理着整个实验室的深空网络，亚克琳娜需要他的帮助。他们向飞船发布指令，经过反复试验、改变参数、整理数据，终于发现了这颗脉冲星。而且这颗脉冲星离地球只有230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1/13光年。距离这么近的恒星，唐纳德问，那我们早该看见它在天上移动了。亚克琳娜说，不会，脉冲星是旋转的中子星，而中子星的直径只有20公里左右，就算它温度很高，发光区域也太小了，我们得用很大的望远镜正对着所在的位置看。唐纳德问，如果这颗脉冲星真的这么近，那为什么射电天文学家没有发现它？亚克琳娜回答说，中子星的辐射是从磁极射出的波束，你得在波束射出的方向上才能看见脉冲。飞船在黄道上方200个天文单位，正好来到波束的路径上，所以飞船能接收到脉冲，而我们并不能看到。它在北边的天穹上，但不是我们之前想的位置，因为中子星离得太近，所以飞船离它的角度和地球与它的角度存在5度的误差。而它之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是因为它正好挨着天龙座，天龙座尾巴上的那颗4等星，那么亮的光底下，要上好的望远镜才能看到中子星。几天之后，亚克琳娜的论文准备完毕，刊登在了天体物理信息网上。没过多久，中国新建的天文望远镜就在空中发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并将其命名为龙蛋。中国权威期刊《天体物理》刊登了报告，龙蛋，太阳最近的邻居。很快就有人凝望夜空，想要捕捉龙蛋的身影，这自然是徒劳。不过它确实就在天龙座的尾巴后，仿佛刚刚产下的蛋。周末晚上，唐纳德和亚克琳娜坐在天文台的草地上聊天。几个月来，他头一次这么放松。他的论文完成了，并获得全世界科学界的一致赞赏。我在想，人类会不会有机会去龙蛋拜访呢？
照他的进行速度，再过几百年他就会离开太阳系。真希望我能去，不过多半只能指望孙子辈儿了。唐纳德回答道：或许不会像你想的那么久呢。关于磁单极子又有了新发现，他们用最早发现的磁单极子在大型电磁加速器里制造出了更多磁单极子，其中一些已经被用来制造刀气聚变反应。聚变的结果让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非常兴奋，他们已经开始设计星际飞船的聚变火箭了。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的某个孩子很可能从龙蛋的轨道上俯瞰它呢。30年后，星际方舟圣乔治号，皮埃尔·卡诺尼文，龙蛋探索小组首席科学家，身处在科学甲板的控制台前，控制着龙蛋小行星带的活动。虽然那颗星星离他仍然很遥远，皮埃尔自言自语道：在我心里，它依然是母亲的星星。皮埃尔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早晨的草坪上，他在父亲身旁，目送第一批星际探测飞船离开地球，前往太空，去探索他母亲发现的中子星。从此，探索宇宙便在他年幼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而现在，皮埃尔距离探测这颗星球的行动已近在咫尺，人类以前所未有的科技和自信将踏上本次中子星探测之旅。而等待在前方的将会是怎样的答案？故事的序幕就此拉开。